若非副教主告诫过，这个南海海神是人教第3号人物，动了就是落了太清圣人的面皮，必然会惹来人族怒火。我今日非砸了这破庙！离开这处偏僻的海神庙时，金蝉子总觉得自己中了这个海神的计谋，但是一时半会儿又说不出来自己到底哪里出了纰漏。李长寿的神念依附于自己的神像上，注视着金蝉子极快消失在天边的背影，心底笑了几声。哼，这位金蝉子是个西方教大星必备的人才。刚才这场戏，我的套路其实只是发挥了一丢丢的功效。之所以呈现出的效果如此优秀，完全是因为金蝉子目中无人，打心眼里看清了龙族，并非是咱套路深，实乃敌人藏友军呐。李长寿一早就明白了这般道理。龙族再怎么说也曾经是远古霸主，占据过洪荒无尽大地漫长岁月，以此得了雄厚的积累。龙族跟凤族、麒麟族死磕到底，到今天上古已过，龙龙们依然能够在五部洲之中有着一席之地，这就是他们本身实力的证明。都说龙族落寞了，但是龙族缺的只是功德气运。转念来想，龙族在背负业障、缺少气运的前提之下，如今依然是洪荒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，不更能够证明龙族的强横吗？这次现场直播西方阴谋，就是龙族高手出手骗过金蝉子的耳目，此事也必须引以为戒。小瞧对手，终究是要为此付出代价。分龙而食，东南西北各取其二。这种话都直接当口号喊，估计龙族那边应该快气炸了吧。但对于李长寿而言，这金蝉子简直就是在神助攻。龙族上天之势，瞬间向前完成了一大步。天庭海神府，敖乙再次赶来主屋，这小龙也是面色铁青，被气到几乎咬碎了牙关。教主哥哥。李长寿静静地看着敖乙，后者想说些什么，却几次都顿住，最后只是颓然一叹。那边有圣人，始终为刀俎。言罢，敖乙慢慢地坐在了一旁的木椅中，很快就闭目长叹，少年面容上写满了无奈。让龙族尽快与天庭加深联系吧。李长寿如此道了一句，敖乙点头答应了一声，随后一龙一人并未再多开口。敖乙现在需要人鼓励安慰，并不需要被灌输什么大道理。李长寿心底也只能轻叹，世上难得两全法，不负腰子，不负玉帝，不负夷。半日之后，敖乙自通明殿告请，以带海神去东海巡查的名义离开天庭，回了东海龙宫。又半日过后，敖乙与李长寿用神念交流，言说了龙族在此事上的反应。愤怒肯定是很愤怒，但是愤怒却做不了什么，只能是无能狂怒。西方教有2位圣人老爷坐镇，他们龙族除非是想被灭族了，发疯攻打灵山，才能出这口恶气。被圣人算计时稍微挣扎，与主动打上门落圣人面皮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到如今，李长寿最担心的圣人下场还未发生，事情就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。哥哥，我父王倒是很平静，几位长老能看出有些气急，拉着我反复叮嘱，让我一定要与哥哥修好关系。敖乙，现在龙族正是艰难时期，你不如就带着弟妹回龙宫常住一段时日，平日里多去拜见你父王和母后。李长寿叮嘱，凡事要多听多看，勿要多言。你父王只要不开口，你就不必多管任何事。敖乙沉吟几声，面色有些为难，低声道：哥哥，母后托我问询，我们龙族该如何做才能在天庭得到一些神位？此事需要玉帝陛下点头。
李长寿早知龙族会有如此疑问，便道：我这几日找机会去拜见玉帝陛下，试着问询此事。若是玉帝陛下答应了，只需要赐下一些低阶神位，龙族的境况也能缓解许多。敖乙闻言顿时一喜，忙道：多谢哥哥。去休息吧，不用过多牵挂，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。李长寿温声叮嘱几句，敖乙做了一个道揖，匆匆告辞而去。本来李长寿还想要喃喃几句，自己近来练阵的宝材又不够用了，但是考虑到此时敖乙的心情，也没好意思打这般秋风。做人嘛，怎么着也得讲点良心嘛。李长寿也没有多耽搁，在天庭的化身立刻就赶去了凌霄宝殿。待天将通传，玉帝召见，李长寿低头入内，与玉帝陛下呈上了早就定好的奏表，为龙族请下了一批低阶神位。天庭能影响到天道运转的，只是那数百个正神神位。像李长寿这一次所请的这些低阶神位，虽不能说要多少有多少，但是玉帝随手一挥，便批了数十个。李长寿想了想，又谏言玉帝不能一次性给太多，于是玉帝陛下批了16名巡海护法之神职，从属于海神神位，由李长寿自行安排分配。这旨意稍后会进入通明殿中，按照流程还要凝聚大概10年左右。届时李长寿要去龙宫亲自挑选，选出16位天庭小神，如此龙族之事大局已定。接下来只需要按计划一步步走，最后将四海龙王也封入天庭，就可以大功告成。长庚爱卿，白衣玉帝坐在那高台上笑道：此事又有这般喜人的进展，可是又出现了什么转机？臣不敢欺瞒陛下。李长寿便将海神庙中的那一幕详细地说给了玉帝听。稳妥起见，李长寿并未提及金蝉姓名，避免牵扯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因果当中。玉帝听罢抚掌大笑：长庚，你这路数也未免太出人意料。李长寿眯着眼睛笑着，温声道：臣这只是一些登不得台面的小术，外加不要面皮罢了。这位白衣青年站起身来，自高台之上缓缓走下，笑道：让我好好想想，这次该如何封赏爱卿。李长寿忙道：陛下，赏赐不如留待此时告一段落，如今还需要一步步慢慢推进。待臣尽了全功，再来请陛下赏赐也不迟。善。玉帝含笑点头，站在御案之前，看着这空旷的凌霄宝殿。长庚啊，吾要等何时，此地才能神将仙官汇聚一堂？陛下，此事急不得。确实急不得。玉帝轻笑一声：有长庚你来相助，无不愁矣。抱歉，臣只想当一个功德混子。这些话自然不能说出口了。不仅如此，李长寿还要做出有小小的心境波动，但是努力保持淡定的模样。李长寿斟酌言语，笑道：臣只是按陛下之想法，秉陛下之命令，去行对天庭有益之事，不敢居功，也不敢自视太高。玉帝不由一乐：你呀。对了，长庚，有一事我还要问你一声。臣听着。那个在兜率宫附近种豆的天将，似乎名为卞庄，可是近来得了大法师的赏赐。玉帝皱眉道：这些时日无知化身，倒是几次听人言说过此事。这个也算确有此事。哦。玉帝眼前一亮，笑道：既是大法师觉得不错的俊才，吾当善用之。李长寿解释道：此事由陛下您来决断，臣不敢多言。那日只是卞庄的锄头坏了，
大法师让童子给了他一把钉耙，并没有什么大事。玉帝缓缓点头，却已经是有了打算。无论那便装是走运得了一件法宝，还是真的被大法师看好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玉帝要用此事来做文章，做出自己的表示，借此来表达对兜率宫老君的敬重。没办法，玉帝现在也需要抱太清圣人的大腿啊。李长寿对此呢也是心知肚明，话点到即止，不多管，也不拆台。便装这个未来的二师兄，应当很快就会迎来一波晋升。这天蓬元帅一职，说不定就是因为那钉耙而来。李长寿很快就告辞，离了凌霄殿。这一具指道人回转自己的仙府之中，依然保持着随时听宣的状态。龙族一事可以暂且放一放了。虽然后面大概率还是会出现什么变故，但此时可以将大部分精力抽出来，着重准备自己的金仙劫。忘情上人这一渡劫，李长寿多多少少这心里面也有一些躁动了。那些自老君处得来的丹方当中，李长寿为万灵云长老选好了一种开悟明心丹。这些丹药需要等自己度过了金仙劫，成就长生道果，才有能力去炼制。只要保证5品的品阶，就有希望帮助万灵云长老突破瓶颈。能否抵达金仙劫前，就看老爷子自身的造化。投桃报李，饮水思源。万长老当年传下毒经，自己如今帮万长老突破境界，本就是偿还因果，应该的。而且呢，一位精善独道的长老晋升金仙，想想就特别的带感。接下来，李长寿开始筹措灵药，化身走遍东胜神州，不惜重金收购。他准备再多炼制2种自己渡劫时可能会用上的灵丹，事关小命，容不得半分差错。李长寿这一次炼丹也是难得的全神贯注，生怕浪费了这些价值昂贵的稀有仙草。顺带一提，忘情上人渡劫成就长生道果后，就带着江灵儿师祖一同闭关，估计是要闭关很长一段时间。除了巩固自身的境界，忘情上人也有为江灵儿增进修为的想法。一人长生，一人还要计算着自己的寿元大限，这是道侣关系之中最为无奈也较为尴尬之事。江灵儿闭关之前，还特意的来找李长寿与灵娥，将小树灵投胎转世之事委托给了李长寿。李长寿斟酌着答应了下来。地府现在呢，也算是有了熟人了，过去走走后门应当不难。巫族洗血石、自己小琼峰灵兽圈以及仙湖灵鱼养殖场，这次估计又能立功了。这个小树灵前后在小琼峰上滋润了10多年，比他的寿元大限活得稍微长了一些。待李长寿准备好了各类渡劫时要用的灵丹，以及备份灵丹和备份的备份，这小树灵渐渐的不行了，又奄奄一息，在小树林当中去了。此时李长寿、灵娥、熊灵力、九九在一旁静静等着。待树灵灵体消散，李长寿出手，用一支特制的摄魂法器将树灵本就有些残缺的魂魄收起。还好这10多年在小琼峰中娇生惯养，大鱼大肉，小树灵的真灵已经圆满，可以直接转世投胎了。李长寿并未耽误，当下就要去地府一行。而这一次九九自告奋勇地跟了上来，李长寿劝他在山内修行，外面太危险。但九九自是真仙境巅峰的修为，又使出了必杀技，渲然而泣。李长寿迅速就败下阵来。这一次外出的指道人多带了一些应急的准备，增加了几倍备用纸人的数量，又动用了几个小底牌库。半日后，时隔多年，又坐上了小师叔的大葫芦。
两人一同赶往东海天柱。因为九师叔的执意前往，预计抵达地府的时间还要推迟个1-2天的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东海那浩瀚的烟波上，李长寿与九九详细的解释了一遍关于树灵之事。九九看着李长寿手中装有魂魄的法器，小嘴一扁，叹道：唉，江雨师姐也是挺坎坷的，说到底还是奇缘师兄有些意气用事了。此事当扶一大白。九九随手抓起心腰旁边挂着的葫芦，仰头咕咚咕咚灌了2口，又颇为满足地发出了一声李长寿坐在后面看的也是一乐，想喝就喝嘛，还给自己找什么理由呢？因为小师叔的坐姿有些随意，李长寿也不便盯着看，只是偶尔他就眺望蓝天白云啊，正人君子。李长寿道：望卿师伯如今修成了金仙，今后便能够长生不老了。长生不老有什么好？九九撇了撇嘴角。切，炼气士一个个都在追求这个，那也不想想长生不老，那万一那话怎么说来着？对，反正对我而言，万一哪天酒喝光了，却还要一直长生，那是多大的痛苦煎熬啊！师叔是想说泯心绝性吧？对。九九顿时给李长寿竖了一个大拇指。还是小长寿懂的东西多哎。师叔，凡事都有两面性，泯心绝性也是一种修道的状态。境界越高，与大道离着也就越近。昔有道门之祖与天道相合，为的便是踏上修行这一路的终点。不过师叔你这般说也是没错的，若长生之后没有了性情喜好，甚至失去了对道的追求，那当真是白白长生了。长寿，你就不同了吗？九九向后挪了挪身子，从葫芦前部滑了下来，落在了葫芦细腰的位置。他两只手向后搭着，又翘起了二郎腿，一仰头刚好与葫芦后半部坐着的李长寿对视。九九突然嘿嘿一笑，李长寿眨眨眼，不知道师叔又怎么了。